印都是做花城。秦时，樱花还只是皇宫内院才有的花种，但在印都却种满了全城。每年3月，各处樱花开得烂漫，幽香艳丽，花繁枝茂，满缀桃粉，映在红墙黑瓦之间，如女子含羞的脸颊，朵朵红晕。印都人喜欢樱花，花开时节千姿百态，漫无边际。女孩子会穿着大襟窄袖襦裙出游赏花，个个容颜娇美，如花绽放。樱花红陌上，柳叶绿池边。若遇到喜欢的男子，他们还会大着胆子相邀，一同吟诗作对，共赏风雅。印都民风开放，是座浪漫、美丽且热闹的城。可外人不会想到，这样一座鲜艳动人的城，藏着一条地下暗河，无边无际，飞于万里，覆于洪荒和黑暗之中。湿水河是黑色的，不发怒的时候悄无声息，水波粼粼，幽暗如墨。但每隔2年，河魂会震怒一次，他们说是烛阴之子的愤怒，届时河里封印的100余种异妖会受此影响，变得狂躁，有甚者会妄图冲破结界，重返人间。但都是徒劳之举。慕容昭是印都祭司，那时我们也称一国祭司为巫祝师，祭司的徒弟们被人称为柱子。湿水河发怒之前，印都天际会出现无边无际的红云，鲜艳似血，怒火中烧。镇压湿水河对慕容昭来说极其简单，他身上流淌着慕容氏的血脉，是殷商巫祝后裔，且他能力强大，一道金咒赋予起伏不定的河面，那咆哮如恶鬼的惊涛骇浪会逐渐平息，恢复如常。湿水河大约2年发怒一次，但又没有具体日子，也就注定了慕容昭永远不可能离开印都。慕容氏当然也是有族人的，我师父就有一位嫡系的弟弟，但很遗憾，他们资质平庸，出挑者甚少。印王钟离氏一脉是殷商时期克婚肃商的封地王族。自印都建立之日起，钟离氏守城，慕容氏守河，泾渭分明，但又世代联姻，相辅相成。印都公主钟离化是王室正统血脉，从出生起便注定了要嫁给慕容昭。我10岁的时候，印王来司宫与慕容昭商议要事，画画躲在印王宽厚的身子后面，探出头偷偷看他。慕容昭笑了，换过我，摸着我的脑袋说：“连江，带公主去玩吧。”画画很快与我混熟了，他说这次是特意跟着父王过来的，他喜欢慕容昭，想见他。你看，同样是10岁孩童，他已经有了思慕的人，有了少女心事，而我还只知道趴在司宫所的菜园子里捉蛐蛐，笑得跟傻狗一样。画画说，父王对我太凶，慕容昭每次看到我都冲我笑，上次还给我芹糖吃。我说这只蛐蛐是公的，看着个头挺大，战斗力不如母蛐蛐。画画说，我好喜欢慕容昭，我想快点长大嫁给他呢。我说现在的蛐蛐都不太好，牙软，我藏在前殿角落的瓦罐里有只大红蛐蛐，我给它起名威武将军，你想不想看看？画画于是将慕容昭忘之脑后，兴高采烈地和我一起去找蛐蛐了。我与画画后来又见了几次，一起和泥巴摔响，一起爬树摘柳枝，一起玩采花大盗的游戏。后来五师兄和七师弟也加入我们就一起玩娶亲游戏。我是玉郎，画画是花娘，我们俩拜天地，画画头上戴着花环，看向我的眼神亮晶晶的，有些害羞。后来画画再来司宫，见了慕容昭，开口就问我来找我小相公连江，大人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有关我和画画以及慕容昭的3角恋情就这么传开了。为此，我和画画还很苦恼又甜蜜的交谈一次。那年我们11岁，我一脸严肃地说：“画画，你说清楚，你是想做我师母，还是想做我的花娘子？”我也不知道，你必须选一个，是跟师父好，还是跟我好？画画捂着脸，十分难过。连江，你别逼我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印都公主，注定要嫁给慕容昭的。我也十分难过。好，我祝福你们，反正我是抢不过师父的。画画扑到我怀里哭，连江，我爱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后来我们俩商量一起私奔，浪迹天涯。画画偷了他父王的通关录引，我偷了师父的金叶子。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他连王宫的门都没逃出去，我也没能走出司宫，被我师父慕容昭拎小狗一样拎回去了。我和画画就这么被拆散了，我难过了许久，对我五师兄说：“师父夺我所爱，此仇不共戴天。”五师兄很同情我。第2天，慕容昭给了我一大把芹糖，我吃完以后别别扭扭地说：“师父，我原谅你了。我与画画虽然情投意合，但注定是没有结果。她今生只能是我师母，但愿下辈子我和她还能在一起。”慕容昭摸了摸我的头，笑得合不拢嘴。画画长到13岁时，已经有了倾城之貌。印王氏对他教导严厉，他因而知书达理，温婉大方。钟离氏公主及笄那年，印都王室安排了荡山峰典，即日出行，登高祭天，来回需10日。慕容氏去了很多人，祭典由我大师兄主持，我的其余师兄师弟都去了。我本来也高高兴兴地收拾了行李，结果都要上马车了。我师父慕容昭勾了勾手指头，将我拎下来了。后来他们都走了，马车消失不见，我还站在门外，十分幽怨。我说为什么到了出发的时候才告诉我，不准我去？他说啊，没人告诉你吗？外室女不得参加王族祭典。我都要被气哭了。我欢欢喜喜地收拾了好几天的行李，还时不时跑去问他山上冷不冷，需要多带件衣服吗？我走之后，麻烦师傅照顾下我的老猫豆子，他一直都是似笑非笑地看我，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山上不冷，
衣服多带一件也好，放心，我会照顾你的猫。结果在这节骨眼上等着杀人诛心，我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跺跺脚扭头就走。天知道我多想参加这次出行。我又3天没有理他，满脑子都是我的师兄弟们在山上跑啊跳啊，跟猴一样，好不自在。第4天，慕容昭来到我屋里，我赌气地趴在床上不理他。他说：“小家伙现在脾气这么大了。”我纠正他：“我都15了，晓得男女之分了，不是小家伙。”关于我懂得我跟他们不一样这件事，还要归功于我的2师兄。去年柳公差人押来一只赤眼猪妖，封入湿水河那日，师兄师弟们都去了。我因身上来了鬼水没去，结果发现我的2师兄也没去。我问他为何不去，他说肚子疼。他当时气色不好，我了然地哦了一声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，我懂的。然后我体贴地去帮他煮了碗姜茶。我说：“喝吧，喝了就不痛了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。”2师兄说：“这什么鬼东西？不喝，喝了只怕拉得更厉害。”然后我们俩各自沉思了对方的话1秒，我试探性地问他：“你不是来鬼水？”他的脸黑了，男人怎么会来鬼水？那天晚上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也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事。女孩青春期总是有各种变化，遇到不懂的我就去问慕容昭：“师傅，我觉得我最近吃胖了，但是我的肉都长胸脯上了。”慕容昭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轻咳一声，白玉面颊点点红晕，半天说了2字：“挺好。”他一说挺好，我立刻开心地去拉他的手，真的挺好，特别有弹性，软软的，你摸摸。他那薄玉面颊上的霞色再次蔓延到了耳根，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，谪仙式的人物，拿着白布条，亲自做示范，告诉我怎么束胸，手把手的教，最后又不忘警告我，身体部位不可以给任何人看，也不可以给任何人摸。我晓得自己跟画画一样是个妞的当晚，又去找了他，他终于摸了摸我的头，唇弯成半月弧度，眸光微动，眉梢皆是笑意。是啊，我们连江是姑娘家。后来司宫里几位师兄隐约也是知道我女儿家的身份的，当然师傅也晓得他们大抵是知道的，但因师傅不说，大家也都不说。只是我的团宠地位更加稳固了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师兄们都是先给我，为此8师弟十分不服气，因为跟我抢玉光杯，被我狠揍了一顿。话题扯远了，师兄师弟们去了祭典后，偌大的司宫除了几个看门小童，只剩我和慕容昭了。我赌气说自己不是小家伙，他眉眼含着温柔的笑，伸手去揉我的脑袋，揉了那么一下，又放下了手，感叹了句：“是啊，长成大姑娘了。”那日，他送给我一件颜色鲜艳的大金展绣襦裙，那一年不只是钟离公主的吉姬，也是我的吉姬。我还记得那件衣服是芙蓉色的，很漂亮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穿女装，激动又紧张。慕容昭很认真地为我梳头发，我又是长得浓眉大眼，男孩气十足，穿了那芙蓉色的襦裙，添了几分色彩。铜镜里的女子眉眼英气，鼻子秀挺，竟然也是好看的。慕容昭修长手指抚过我的长发，在我鬓间插入一支海棠花簪。我难得的羞涩了那么一下，期期艾艾地问他：“师傅，好看吗？”他看着铜镜中的我，眼中波光流转，含着摄人心魄的笑。他说：“我们连江自然是好看的。”我这一生活了很久很久，经历了无数朝代更迭，时代变迁，然而在我内心深处，仍旧觉得大秦的大金展绣襦裙是世上最好看的衣服。那日襦裙之外，他还给我披了狐裘，带我去了湿水河。宽阔无际的河面掀起阵阵寒风，黑浪滚滚，我们站在河边，渺小如蝼蚁。慕容昭从背后为我连紧了狐裘，他的脸离我很近，近在咫尺。我微微侧目抬头，看到他干净清晰的轮廓，棱角分明，神情却有些清冷，眉眼幽暗不明。他望着湿水河，问我：“连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朝一日离开印都？”我呀了一声，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不想。他愣了下，为何不想？因为师傅在这儿，连江要永远跟师傅在一起。慕容昭于是了一声，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脑袋，算你有良心。我自幼来到他身边，生活安定，衣食无忧，从来不知我热爱的印都对他来说是枷锁和束缚，是他一直努力想摆脱的桎梏。我后来才知，其实我是不太了解我师傅的。画画得知我是女儿身时，笑得花枝乱颤，回想往事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他10岁时懂得思慕一词，我10岁时懂得公蛐蛐不如母蛐蛐好。他16岁时懂得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人，我16岁时懂得卧槽，原来我也是个妞。他总是比我成熟，比我懂事，比我思考得多。虽然在他面前我像个二傻子一样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谊。我很喜欢画画，她美丽、聪明、善良，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可以用在她身上。我对她说：“等你成为我师母了，咱们俩天天好。”她扑哧一声笑出了声，又感觉这样失态的笑影响公主形象，很快神态如常。但她顿了顿，还是眼睛亮晶晶地说：“连江，我们要好一辈子。”画画一直是我生命中无与伦比的美丽，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，异常坚定。直到我的老猫豆子生命走到了尽头，悄悄地离开了我。那晚为了寻他，我去了印都王宫与司宫中间的那片宫怀林，那里有一处废旧的祭祀庙，是从前王氏宗族用来祭神的，后来嫌不上档次，
又挑好地方重新建了个新的。我寻猫寻到了这里，听到庙里有动静，还以为是我的豆子在里面，正想进去看看，又觉得声音不对，里面传来的是画画和一个男人的声音。灭了手里的灯笼，我借着月光偷偷探出头去，这一看令我当头一棒，呆若木鸡。画画好像哭了，我握紧了拳头，准备冲进去救他。在此关头，慕容昭出现了，捂住了我的嘴，将我带了回去。路上我含着哭腔说：“师傅，画画被欺负了，你为什么不救他？”慕容昭当时应该是挺无语的，他跟我解释，他没有被欺负，他是自愿的。我不解，自愿干嘛？他们在做什么？画画叫得那么痛苦。他没有回答我。月光之下，我被他背着，趴在他后背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因而探头到侧面，又问：“师傅，你说话呀？”半晌，他含糊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还小，以后自然会懂的。”可见慕容昭虽然养大了我，但是教育方面总是跟不上。当我明白男女差异时，画画已经懂得了生命的起源，并且积极地在探索。虽然这是一桩王室丑闻，后来我缠着慕容昭问了几次，他都不肯说，于是自己领悟到画画是跟钟离月好了，一种愤怒涌上心头。我对慕容昭说：“画画这个骗子，说了要一辈子跟我好，就算不跟我好，也要跟师傅好，怎么能跟他叔叔好呢？”又过了1个月，我又有了新的领悟，半夜溜进了慕容昭的寝殿，晃醒了他。师傅，画画这是罔顾人伦道德，背叛了我们。慕容昭抚额，知道了，回去睡吧。又过了1个月，我又想到了别的，半夜爬上了慕容昭的床，把他往里面挤。师傅，画画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，咱俩好好想想怎么把他夺回来。寝殿灯光悠悠，床头案架上的长明灯晃啊晃。慕容昭被吵醒后，皱眉看我，眼睛漆黑不明，像是隐匿着流淌的暗河，神秘又古怪。他的声音有些奇怪：“连江，滚回去。”那晚我穿着单衣，没有束胸，已然有了女孩子的曼妙身姿，但我浑然不知，也没有看懂他眼中的隐晦。我觉得他对我态度这么差，应该也是伤心了，毕竟画画与他是有婚约的。我紧挨着他，伸手掖了掖背角：“师傅，别难过，画画不跟你好，咱们俩好。”他的睫毛颤了颤，按住我的手腕，制止了我的动作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的眼睛像是幽深的漩涡，令人不由得心里一慌。连江，回去。师傅，你好奇怪呀，你怎么了？慕容昭的异常让我有些心慌，我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与平日不同，似乎紊乱了些，还有些躁动。我还看到他的喉结滚动，心慌被好奇取代，作死地伸出手去触碰。师傅，你这里为什么在动？然后他身子一颤，握着我的手用力了几分，掌心温度灼人。他哑着嗓子，答非所问地反问我一句：“连江，你懂什么叫好？”我迟疑不解，瞪着眼睛与他对视，又问出了我一直在探究的问题：“师傅，你就告诉我吧，画画他们到底是怎么好的？”这个问题我问了他无数遍，他从不肯说，终于在这晚下定了决心似的，哑声道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“想知道，不后悔，不后悔。”慕容昭颤动的睫毛下，眸子水光潋滟，俊美面上染着霞色。我终于如愿以偿。师傅，这么顶好的事，你怎么藏着掖着，现在才让我知道？他被我猛拍2下，咳嗽一声，涨红了脸。是的，我的师傅30岁了，还是个身心纯洁的大好青年。因慕容氏通巫珠之术，清心寡欲，潜心修炼者普遍长寿。30岁这个年龄对慕容昭来说正值青年。有了经验后，我时常半夜3更偷偷潜入他的寝殿，去找他做顶好的事。慕容昭有次被我扑倒后，面对我的狂热，哭笑不得，扶额长叹：“早知连江如此勇猛，何苦等到今日？”我是师傅的第6位徒弟，前面有5位师兄，除了我那傻不拉几的5师兄，其余4位皆是知晓我是女儿身的。有日清晨，我从师傅寝殿出来，刚好被他们几个看到，大家一时都挺尴尬。大师兄抬头看了眼天，哎呀，今天日头甚好，忘晒被子了。2师兄在地上左顾右盼，我昨天在这儿丢了半两钱，怎么找不到了呢？肯定是记错了，我回去再找找。说完，他们俩一个向左一个向右，施施然走了。3师兄拍了下脑袋：“大师兄等等我，我昨天尿床了，一起去晒被子啊。”4师兄笑得十分内涵：“6师弟肯定是又梦魇了，辛苦师傅连夜照顾，我去给师傅熬10全大补汤。”最后只剩下目瞪口呆的5师兄，傻傻地问我：“小6，你这么大了还做噩梦？”我故作镇定地捶了捶自己的脖子，别听4师兄瞎说，我没有做噩梦，主要是最近精气神不好，师傅的玉床有养元益气之效，在这里睡了一觉，感觉神清气爽，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，修为大增，浑身都是劲。师傅还肯跟你一起睡？他大抵还对幼时我们俩连人带枕头被师傅扔出来的经历心有阴影。我冲他神秘一笑：“师傅的床只能睡2个人，3个人睡不下。当年我们一起去找他睡觉，他不知道该留谁，所以才会把我们都赶出来。”说完我就准备走了，结果他拉着我又说：“你今天晚上别去找师傅睡觉了，我也想睡一睡师傅的床。”可想而知，当晚5师兄抱着枕头兴高采烈地去了师傅寝殿，师傅罚他去祭祀台反思1个月，顺便打扫卫生。
五师兄打扫了1个月的祭祀台，快要期满回来的时候，忽有一日，大师兄他们又看到我从师傅寝殿出来。那时候大家都见怪不怪了，脸皮也变厚了。我那嘴欠的4师兄内涵道：“哟，六师弟又去糟蹋师傅了。”然后大师兄他们憋着笑，憋崩了，一个个眼泪都飙出来了。我一生气，转身又进了寝殿找师傅去了。后来4师兄接了5师兄的班，打扫了2个月的祭祀台才回来。那年霜降，大秦天官申柳公来了印度，他说骆头氏的脑袋又跑了。我一听这个又字，便知是一只令人头疼的妖。但慕容昭不急，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淡淡的说：“青似化剑，虽浊气未消，也可斩那妖物魂飞。他如今做不得恶了。”饶是如此，他又说了句：“缉拿一下吧，总不能置之不理。”柳公称是，那妖物自然是不敢露面了，但擒拿不住，唯恐将来留下祸端。我乖巧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，托着腮，嘴里吃着琴糖，甜得冒泡，满心满眼都是慕容昭。我想起3年前他从湿水河里引出的那头青似，凶猛强悍的妖兽，嘶鸣间天地欲崩，地动山摇。而他一袭白衣，纤尘不染，细长眉眼染着寒霜，腾空跃于青丝背上。慕容昭是天之骄子，是慕容氏能力最强大的巫蛛师。柳公曾说，他这样的灵力，1000年也难得出一个。正因如此，他自幼被族人寄予厚望，是养在能力最强的巫祝身边的。但从此之后，没有父母天伦，没有兄友弟恭，薄情寡欲，无牵无挂。那能力最强的巫蛛告诉他，天空、地空、人空、心空，无情无爱，可令他登峰造极，流芳千古。但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正因经历过无爱与无望，他更懂温情可贵，没有像他曾经的师傅那样严苛，要求我们绝情寡欲。他的生身父母对他敬畏又陌生，他会偶尔送去温良的问候，又绝不打扰。他性子疏离，但骨子里喜欢热闹，是个温柔的人。他在大殿同柳公议事，一蹴一举，俊美无愁。他皮肤极白，干净修长的手指也极白，几乎与身上的白衣同色，但又乌发黑目，唇色润红，色彩鲜明，仙姿淡泊，惊为天人。这就是我的师父慕容昭。这个名字在我心里百转千回的念，揉进心扉，融入五脏六腑，开出花来。我吃了很多琴糖，柳公离开的时候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连江还吃呢，当心牙齿没了。”他走之后，慕容昭放下长案上的简书，冲我笑道：“过来。”我立刻眉开眼笑地跑过去，被他抱起，坐在膝上。我在他怀里，仰头冲他笑，他低头看我，浓墨眼眸映出色彩，柔如春水。我说：“师父，柳公说我糖吃多了，牙会没了。”他嗯了一声，抹撒我的脸，眼眸含笑，低头吻我，索取了残留的香甜。然后他说：“这样就不会坏牙了。”我一边捶着他的胸口说：“师父你好坏呀！”一边又抱紧了他，撅起嘴巴，我还要亲。柳公走后不久，慕容昭与钟离氏解除了婚约。此举无异于惊涛骇浪，人人都传钟离公主爱上了慕容昭的徒儿连江，二人苟且被他发现，于是作废了这桩姻缘。流言满天飞的时候，我正勾着慕容昭的脖子，阴恻恻地看他。师父，他们都骂我是狐狸精，臭不要脸，我好惨。他说：“真过分，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连江呢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真过分，我能不能叫上师兄师弟他们，组团骂回去？”他说：“什么时候去骂，记得叫上我。”我噗的一声笑了，他也笑了，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吻了我的额头。乖，我会很快，别误会，不是那种快。我师父其实不算快，我之前说过，其实我是不太了解他的。此话不假，慕容昭一直在做一件有些疯狂的大事。西北海之外，大荒之余，有座不周山，相传是人界与天界相连接的地方。不周山下有个九黎湖，是上古时期蚩尤地的炼妖湖，可化万物。我从前是人，什么妖界神界不周山都是离我甚远的事。我问慕容昭不周山到底是什么地方，他说他也没有去过，但是20年前大秦天官申柳公梦游不周山，醒来后即将太公，沿着梦里的路径于大荒之中拖回一只青鼎。柳公说那是九黎湖，看着也就是个平平无奇的鼎，自蚩尤死后也失了神力，但慕容昭向柳公讨了去。他从成为印度祭司后，就一直想着做这件事，将九黎湖引化成一册书卷，医妖册。他要将湿水河的100余种妖怪引渡到医妖册，封印在不周山下。湿水河存在了近1000年，慕容氏与钟离氏守了1000年，印度的百姓也守了1000年，没人觉得有任何不妥，因为深受桎梏的不是他们。守护湿水河和印都是慕容昭的责任，就像他曾经的师父所说，将来就算是死，也注定了他要死在印度。是印都困住了他，守湿水河，镇饕餮所，娶钟离氏公主，人生被定死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，他想要摆脱这束缚。他想山高水远地走出去，去看看大荒四海的日出日落，看看天际朝云和彩霞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多久回就多久回，永远地走出印都，恢复自由。对于医妖册这种创新想法，印都王室是拒绝的，毕竟未知因素太多。册子若是封不住妖怪呢？若是逃出去几只呢？若是湿水河魂震动压不住呢？每一种未知的风险，他们都不愿承担。
千年以前，康回引狮山之水至印都，随手之举，以竹阴之子怨灵祭河，将印都作为封妖容器。做完这些，神仙就轻飘飘地走了。后来姜太公封神，带了一众新晋神仙也轻飘飘地走了。他们大概都忘了人间还有一条湿水河吧，又或者如灵宝天尊，随手创建一个烙头事，不曾想过后果，又因一句曾许诺不灭，置之不理。神仙其实也如这芸芸世间，什么众生皆苦，四大皆空，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法则。你若说湿水是康回引来的，康回会说是姜太公让他帮忙的，姜太公会说我没让用竹阴之子祭河呀。少昊说祭河是宝姜家人的主意，与我无关，然后宝姜的家人会说那我们不管，竹阴之子杀了宝姜，就得让他付出代价，祭河是轻的。至于湿水河，大家异口同声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不管。开玩笑，那么大一个工程，谁要管？揽上这事就甩不掉了。慕容氏和钟离氏守的不是挺好吗？让他们继续守着吧。崩盘，等崩盘再说吧。人间天灾是常态，就当冲业绩了。凡人们不要想着靠天靠地，要做自己的英雄。然后神仙都打哈哈睡觉去了。慕容昭的想法自然遭到了钟离氏和慕容氏的集体反对，但好在还有一个人间清醒申柳公。钟离氏和慕容氏守的是很好，但改变不了湿水河有隐患的事实。防患于未然，捉始于未发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大秦天官说话分量重，跟秦王沟通后，觉得此法可行。秦王也许压根不在意，都没听清楚说了什么，随便你们怎么搞，出事了也是出在印都，自己兜着去吧。柳公一道盖了章的许可证，慕容昭就开始刻苦钻研。他很争气，天之骄子，自然是有两把刷子的。慕容昭解除与钟离化的婚约，实则与我无关，就算没有我，他也是要解除的。柳公来的时候，于天成之境参观了一下他修撰的册子，条条道道了解得清清楚楚，然后笑眯眯地说：“不错不错，甚好甚好。”引渡一妖势在必行，有大秦的支持，慕容氏和钟离氏无法拒绝。一场浩大的拆迁活动即将开始，在开始之前，慕容昭先向印王提出了解除婚约。印王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自己女儿那点破事，隐约是有耳闻，所幸湿水河是要搞搬迁的，届时慕容氏和钟离氏也不必世代联姻了。印王氏和数万城民其实还是信任慕容昭的，毕竟是超级大学霸。那时我也信任着他，我对他说：“师傅，你忙你的，我这段时间一定好好练习灵咒之术，争取到时候能帮你忙。”他眼中染了笑意，映着我的影子：“不必，连江安心吃糖就好。”我又说：“将来咱们离开印都，我也得有些本事傍身呀。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。”慕容昭是桀骜的、自负的。我想起从前与众师兄弟练习起咒引，大家都挨过板子，只有我能力最差，但从来没有被打过。无论我练得好不好，他都是一句轻飘飘的：“瞧把我们连江累的，去玩吧。”从前未曾察觉，如今想来，师傅对我真是极其溺爱。他那段时间很忙，连带着我的师兄弟们都很忙，司宫就我一个闲人，我便时常跑去印王宫找画画。画画被印王禁足了，我猜测与那桩王室丑闻有关。拿着慕容昭的名帖，我在王宫进出随意，无人阻拦。画画依然是那个眉眼干净美丽的女孩，我们无话不谈。我问她为何会喜欢钟离月，她很认真地想了想，对我道：“连江，你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，小时候父王对我很凶，慕容昭给过我一块琴糖，我那时就很想嫁给他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他目光遥遥地望着天际，眉眼恍惚含情。可是后来有个人给了我更多的糖。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糖，画画是印都公主，怎会缺糖吃？钟离画是印宫王后所生，可惜他幼年时王后就病逝了。印王后来又有了很多女人和孩子，对他关心甚少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画画是个身份高贵但极其缺爱的孩子。我说：“那你也不能跟你的王叔在一起呀。”画画说：“可他是世上最爱我的人呀。”钟离月是印王最小的一个弟弟，只比画画大了7岁，生得眉目清俊，品貌不凡。用画画的话说，他们俩是注定的孽缘。又是在王宫，他因母后去世，躲在花丛里哭了一下午，是钟离月一声不吭地陪着他，给他肩膀依靠。印王与他父女感情淡薄，但又对他要求极高。他说：“你是钟离氏正统公主，若想配得上慕容昭，须得是个样样都好的。”画画知道，他们钟离氏其实是忌惮慕容氏的。虽说城上归他们管，但慕容氏能力强大，湿水河又是个定时炸弹，那传闻中的饕餮所更是可怕。除了能力最强的印都巫祝，若想开启结界，须以钟离氏族人祭所未受。饕餮所是500年前慕容氏为湿水河加固的一道封印，初次开启时便用了一位钟离氏公主投身祭所。两大家族世代联姻，却又相互防备。画画注定要嫁给慕容昭的，慕容昭容颜俊美，天人之姿，他一开始是喜欢的，也是忐忑的。那时对他很好很好的九王叔钟离月，经常代替印王出去外交，有时好多年都不回来。直到2年前，他回来后就没再走了。他是那么的喜欢画画，他一直都未娶亲，性格沉默冷淡，唯独望向画画的眼神那么炽热和爱慕。他这些年每到别国，看到新鲜好玩的都会想到画画，再回到印都见到画画的时候，掩不住喜欢，将礼物统统送到他面前。
画画说他在那堆成小山的礼物面前心动了，但他尚存理智，他仰着脸，装作不知他的心意，笑道：“谢谢九王叔。”钟离月的眼神便暗淡下来。二人都是克制过的，但失败了，最先失控的便是钟离月。画画上知礼义廉耻，故意躲着他，可他承受不住相思之苦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喝了很多酒，神志不清地闯到他房内，冰冷的雨滴顺着他的脸落下，他一身酒气，眉眼阴郁，染了寒冰，不顾画画的反抗，强行抱起他。画画颤抖，一遍遍地试图唤醒他：“九王叔，你别这样，我是画画呀。”他捧着他的脸，虔诚地吻他，手在抖，唇也在抖。他眼尾的水痕蹭到画画白皙脖颈，冰凉一片，分不清是水还是泪。他埋在他颈间，低声哽咽：“我知道你是画画呀，我知道的。”画画身子僵住，愣了，哭了。他说：“画画，别躲着我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。”他的眼泪滴落他的肩头，咬着牙，颤抖着身子，没再反抗，和他一起坠入了深渊。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痛苦也快乐着。他们在印王眼皮子底下，不知廉耻，忘却伦理，疯了一样。画画感觉无比快乐。被印王发现是因为他要跟钟离月私奔，他们的私奔计划远比当年我和画画那场缜密，是真的跑了出去，在外面东躲西藏好几日，原打算踏上往雁门关的路，远走高飞。可惜5天后，画画自己回来了。印王杀了他身边所有的宫女、老嬷，还有一个从小看他长大的奶娘，若他不回来，也会没命。那奶娘是他母后生前的女婢，最是疼他。我一直都说画画是个心肠柔软的好孩子。印王氏掩盖了这桩丑闻，软禁了画画，如今慕容昭又解除了婚约，不知画画会怎么样。我问他：“钟离月呢？”画画说：“我们还没离开印都，我是趁他睡着之后回来的，不知他现在如何了。我父王若念手足之情，想必会放过他。”我觉得不见得，钟离月与印王又不是亲兄弟，同父异母罢了，又没有多深的感情。但我不会说这些，我握着画画的手说：“等我师父做完了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我们可能会离开印都，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”画画笑了：“傻瓜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呢？钟离是公主，走不出印都的。”他顿了顿，眼里有晶莹的泪光，又道：“可是连江，我不后悔。看吧，画画永远比我清醒，比我理智。我比不上他的成熟，还有他没有的傻气。”后来我把画画的事原本告诉了慕容昭，在我心里他是本事通天的人，我以为他有办法帮画画，可是他说的对，钟离公主走不出印都。我不解，慕容昭揉了揉我的头，当年慕容氏提出给施水河加固一道封印，故而有了饕餮所，祭所实用的是一位钟离氏公主，本是慕容氏为了牵制印都王室才有所为，但也因此埋下了隐患。什么隐患？现如今那饕餮所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种开启的办法，把钟离王族的人头所未受，可唤醒饕餮。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，不会有人这么做的。惹怒施水河是玉石俱焚的下场，而且杀害印都王室是死罪。这世上最复杂的便是人心。连江，你还小，你不懂。师父，我还是不信，哪有人盼着天下大乱，妖魔横行的。慕容昭叹息一声，2年前我在饕餮所里发现过一具尸骸，死了很久了。我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，可是师父，印都王室并没有人失踪啊。对，所以那具尸骸不是钟离氏的人，没有引出饕餮兽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曾经有人尝试开启过饕餮所，只是用的不是钟离氏的人。自此，印都王室戒备森严。钟离月2年前回到印都，印王再也不许他外出。如今画画和钟离月妄图私奔，2个钟离氏的人若真的要走，印王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。我感觉到了森森寒意，慕容昭忍不住笑了，将我拉到了怀里。别怕，有师父在，饕餮所只不过是施水河的一道封印罢了，即便开启了，也只能放出那头饕餮兽，届时擒拿就是了。师父，你们慕容氏真缺德，施水河那么多道封印，加个饕餮所也没什么，但用人家钟离氏祭所就不太道德了，就为了那么一点私心，把人家钟离氏放在外面当靶子。也不知道500年前印王氏的人怎么会同意献出一位公主祭所。慕容昭弹了下我的脑门，不许咒骂师祖，他们当时也料想不到今日。哼！我揪住他的衣袖，十分不服，随即又想到了什么，眼前一亮，师父，届时饕餮也会封印到医药册吧，那么饕餮所就不存在了。慕容昭对我的心思昭然若知，印王不会放公主离开，毕竟是关王室颜面，传出去岂不贻笑大方？可是画画他连江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聊寄遇父子，只可于朕独，这是钟离公主选择的路，既走了荆棘丛生之路，便要承受遍体鳞伤之苦，事到如此，无人幸免。是啊，师父说的这些，画画也是清楚的，他们都懂，而我当时不懂，后来也是懂了的，但已经太迟了。医药册塑封在即，师父说那是件很重要的事，届时柳公也会过来，他们会闭关10日，10日后时机成熟，便可开始引渡医妖。我心里长叹，想到不久就可以离开花城印都，还有些不舍。